嗨，大家好啊！上回说到，我受思思邀请去德累斯顿参加营会。这个营会是3天2夜，有从德国各个城市来的中国人，大部分是学生，去听牧师讲课。晚上我和其他几个女生住在一个房间，其中有一个女生是钢琴专业的学生。聊天的时候，她就说起来，她经常会犯懒，不想弹钢琴。那会儿已经是好几天没有弹钢琴了，这可就把我对艺术生的那个厚厚的滤镜给拍碎了。我想，我虽然开始的晚，但是我勤奋一点，每天毛起来画画，肯定也能赶上一部分人。从营会回去以后，我就着手开始搜索我可以学什么画画相关的专业。当时觉得纯艺术类的专业很考验功底，我这种半路出家的肯定不行。我从小受动画片的影响，喜欢画漫画，但其实也画不出完整的故事，就比较像插画，画个美少女啊什么的。我觉得插画的表现形式更多样、更自由，于是决定学习插画。我老公当时还是男朋友，他在布伦瑞克工业大学读研究生，恰好布伦瑞克就有一个美院，那我不报考这里报哪里呢？我只报考了这一个美院，他2014年视觉传达专业改制，暂停1年招生，我也没有报考其他的学校，而是选择多准备1年，因为我不想远距离恋爱。之前我在耶拿，他在布伦瑞克，我们见一次面要坐4个小时的火车。其实学校排名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只要有4年的时间可以让我安静的专注在画画上就可以了。现在想起来，即使2014年照常招生，凭我当时准备的作品集，很有可能也是考不上的。因为我拿作品集给美院的教授咨询的时候，他评价说，像我这样光画照片的作品集是不行的，你画的再像能有照片像吗？他说作品集得有创造性，而不是光展示你的技巧。暂停招生的那1年里，我就按教授说的，用有创造性的方法重新准备了一套作品集。你们说这像不像是命运安排好的？如果2014年我申请被拒，肯定是备受打击。本来对自己绘画的才能就不是很肯定，被拒之后肯定就更怀疑了。我爸爸和我老公当时还是男朋友，对我考美院这件事情都不看好。那年寒假回国，春节亲戚一起吃饭，我爸叫了好多亲戚来游说我，告诉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个工作养活自己，画画这种事情当个兴趣爱好就可以了。可事实就是，如果我开始工作了，尤其是做的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，一天下来是吧，灵魂都被抽空了，累个半死，哪还有心情做什么爱好呢？工作几年之后，画画就会被完全排挤到我的生活之外。我不想过这种每天只是为了生计奔波的生活，我有明确的目标，我清楚的知道我喜欢画画，我想把我自己接下来的日子都用我热爱的事情填满。我铁了心的要当插画师，家里积蓄不够，大不了就边打工边上学，总有解决的办法。有时候就是需要勇气和决心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出国留学也是，大家加油哦。